面如冠玉，明察秋毫，掌管刑狱，江湖人称玉面探官。Hello，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娱乐有意思》，我是吃瓜公主蒋小慈。这个礼拜要来跟大家介绍的这一部剧呢，在网络上可以说是黑马非常厉害的一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叫做《御赐小仵作》。那么，其实听到这个名字，一开始呢，它是一部非常小成本的电视剧，所以在开播之前其实没有太多的宣传，它就默默的在网络数位平台上面开播。那为什么会被大家称作是本年度的最佳黑马电视剧呢？不只是观众看完之后人人称赞，还更被称为它是亚洲版、唐朝版的福尔摩斯，也被比拟是喜剧版的琅琊榜，有找证据、有推理、有翻案昭雪等等的剧情。而能够跟《琅琊榜》这样的神地位的神剧互相提及，可以想见《御赐小仵作》它的评价到底有多高。当然，很多的观众呢，或许会跟我一样觉得，听到这部剧名，觉得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名不见经传。不过我告诉大家，这部剧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你就是打开第一集，你就会觉得哇，完全停不下来。它完全不会像过去很多的网络剧一样，会觉得说，这到底在演什么？乱七八糟的。不会，这部真的很好看。眼下长安城中尚未传出有人感染瘟病的消息，所以王爷想让姑娘帮着查验一下，看看这具尸体是否真的是因为感染瘟病而死。他是受外力折断肋骨，伤及脏腑失血而死，并非感染瘟病。好，这部名不见经传的网络剧呢，对比很多高规格的古装剧来说，真的是一点都不输。尤其它里面的剧情牵扯到了破案、悬疑、揭秘探案。那么靠着饱读诗书、逻辑清晰的三法司主事者安郡王萧景瑜的推理，以及女仵作楚楚从验尸里面得到的一些答案，让各庄的悬案一一破解，甚至揭开一场差点撼动国本、谋权篡位的非法案件。兵、钱、消息三者一场，皆汇于西南一处。臣斗胆推测，这买家所图甚大，恐危及大唐西南安定。好，先来简单的聊一聊《御赐小仵作》里面到底是在讲什么样的剧情呢？主要其实它分了几个故事线哦。首先来看看这部剧其实是大陆作家清闲丫头的小说《仵作娘子》。那么时代背景定调在唐朝中晚期，这个时代跟过去很多的古装剧相比啊，是比较少被讨论到的年代，甚至是很多观众其实是不太熟悉的这个年代。那唐朝晚期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呢？而这部剧的主轴是唐宣宗时期，而纵观在这部剧里面，其实是横跨了3代的堂主，先是唐文宗李昂，再来是文宗皇帝的弟弟唐武宗李炎，再来就是文宗跟武宗的叔叔唐宣宗李忱。当然，这部剧的几个故事线其实都很清晰。我叫楚楚，楚楚动人的楚楚。楚楚出自仵作世家，经常用一些不同寻常却有奇效的法子。第一个故事描述的就是从小是仵作世家，也就是现代人说的法医世家的女子楚楚，为了想要拿到仵作资格，所以她就从黔州，也就是现在的贵州，一路北上到长安进京赶考。而考核她的对象就是拥有皇室身份的安郡王萧景瑜。萧景瑜是前朝文宗皇帝的女儿，熹嫔公主的儿子，所以他也算是皇亲国戚。而他的爸爸，也就是驸马爷萧恒，则是文宗皇帝时期的御史。除了是饱读诗书、探案果断、明察秋毫的刑狱官之外，更是一个武功盖世的英雄。西南，上次西南生变还是文宗朝的事，那时北司势大，干政乱朝，挟天子而令天下。西平的驸马萧恒去调查剑南节度使陈英，北司就由秦鸾以平陈英之乱，策应萧恒为名，带着神策军去了西南。
结果萧恒一去不返。而第二个故事线呢，讲的就是当年的文宗皇帝派萧恒去西南黔州平叛，却遭到手握大兵的剑南道节度使程婴杀害，至今两朝还没有找到尸骨，所以萧景瑜一心希望找到自己父亲的下落。遣返方式极为精妙，只是成色有几分差别，几乎可以乱真。第三个故事主轴就是在讲长安城中最近频频出现一些离奇的死亡案件，而这些悬案呢，还牵扯出一桩民间私铸铜钱的非法事件。近日宫内外有些流言，有关先帝之子昌王，你可有耳闻？第四个故事主轴就是描述人人可能都是坏蛋，但到底是谁在背后搅弄风云呢？想要谋权篡位，就得靠一流的女武做楚楚，以及执掌全国最高刑狱机构的三法司主审安郡王，还有从小习武、武功盖世的双胞胎哥哥萧景瑜，是他们的青梅竹马，也是西南执掌大军的冷将军的孙女冷月，再加上一个从小也是跟他们一起长大，三朝宰相景阁老的独子景逸，他们是一起成为了探案最佳拍档。当然，他们就从各种的尸体寻找蛛丝马迹，甚至把一连串的悬疑命案通通都给串在一起。所以，短短的36集当中，除了是揭开萧恒当年是怎么被叛军一起冤死的之外，也揭发了当朝宣宗皇帝的侄子昌王怎么利用各种命案谋权篡位，还要呈现当时宦官如何祸乱朝纲。这个故事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如果你听到陈词介绍的话，觉得有兴趣；如果你平常就是喜欢这种悬疑或者是办案的剧的话，这部剧真的非常的推荐大家。当然，介绍这部剧之外呢，其实我们还要聊一聊，为什么说这部剧是小成本的电视剧，为什么可以成为黑马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部剧呢，它其实制作经费是非常非常的少，演员其实也都是不太有名的演员。甚至呢，先前我们没有听过说他们有什么样的有名的作品。饰演安郡王的王子奇以及饰演楚楚的苏晓彤，在演这部剧的时候，都还只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大学生。而编剧呢，虽然是原著小说的作者清闲丫头搭档了钱小白，但他们两个都不算是有经验的编剧，甚至算是新手上路。要把小说剧本变成是可以演戏的剧本，还要牵扯到故事的铺陈、镜头的安排、故事主轴怎么穿插发展等等等。其实要当一个好的编剧真的是不容易。所以呢，过去的几部很有名的电视剧作品改编自小说的，像是《庆余年》或是像是《上阳赋》等等，都是靠有经验的编剧把它们写成了剧本。所以呢，一般有经验的编剧其实只要花个1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不过，清闲丫头跟钱小白却是花了3年的时间，而且还是导演娄健手把手的教他们，带领他们一起创作。但没有想到这部剧其实在开播之后有如此高的评价，足以表示说编剧他们的用心安排。而在拍摄的部分呢，导演其实也真的很要求啦。用的灯光呢是这个蜡烛跟火把，要复刻出那种古代夜晚照明的感觉，让观众是比较可以身临其境的。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部剧的剧情是经得起推敲，服装道具虽然是没有什么钱，比较简单，但是其实已经是做到尽善尽美。当然，演员其实也真的没有一个是拉垮，所以呢，观众是可以比较沉浸在这个剧情当中。所以我们都来说御赐小仵作真的是一部良心电视剧。那也有人在问说，这个主角到底是怎么选出来的呢？安郡王王子奇、楚楚、苏巧彤，他们两个都是非常年轻的年轻演员，都是北电的学生。其中安郡王王子奇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同班同学，就是 TFBOYS 的王俊凯。好，那当然呢，这部剧其实在爆红之后，两个演员其实也没有特别大力的宣传，因为他们还是大4的学生，正在面临要准备赶着写论文，加上快要毕业了。只是说这是正好在他们要毕业之前呢，碰到一部这么爆红的作品，也让他们的演艺生涯似乎未来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起点。有这样的一部好的作品，希望大家有兴趣咯。娱乐有意思，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